你的门生们都在，你想骂谁，他们都得乖乖的听着。方平也来了，师母，你带他们来干什么？林师伯师母想来看老同学，我尊重他们意愿。你尊重我的意愿了吗？我们看一下老吴就走。请不要打扰他。我送你。老吴，我们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我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女儿托付给你。小看，成为今天的他，全凭自己，不是你的成全，谁也抹不掉他的成绩。我居然相信了你们的善意。方平，你诚心的吧？出去。真是你啊！师伯，开弓没有回头箭啊！师伯，我已经说服了大部分人签字，但是有几位说您不签字没用，所以我还是希望您放我走啊！费了不少口舌吧？之前的哪一天啊？也是个晚上，就咱俩。你突然问我，10年前要你是因为你出色，还是无老强塞？我说当然是强塞，你就走了，让我的后半句没说出来。
现在说吧，怕以后说的机会少了。第一年你在我的团队里做助理律师，第2年我就让你独立办案，把一桩7年级高级律师才能承办的案子，交给你个2年级初级律师。谢谢师傅信任，给我这个机会，谢谢，再呗。别自作多情，根本没想栽培你。我当时有2个目的：第1年你的工作让我刮目相看，我感觉也许挖到块宝，就想验验是不是。如果不是呢，让你出丑也好，堵堵吴老的嘴。哎，别说我没给你的人机会啊，往后别往我这塞小情人儿，把大郑变成你的后宫。当时不是新闻圈里传的吗？结果没想到，你不但赢了，还一鸣惊人。接着，你4年完成了6级跨越，第5年晋升寿星合伙人，到大郑的第7年，你完成了从菜鸟律师变成权益合伙人的飞跃。从你赢的第1个案子，我就知道，你不是有色眼镜里，也不是舌头根子下面的你，甚至你也不是吴老以为的林看。这些年我看着你，每天跟自己较劲儿，一桩结案到另一桩结案，不停地跑，没有终点。我知道你一直想问，又不敢问我，成就你的是谁？昨天你爸妈到病房见最后一面，你爸爸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小看成为今天的他，全凭自己，不是谁的成全。这也是我那天晚上来不及说出口的后半句。谁也帮不了你啊！只要还有一个人说你是踩着老男人肩膀上位的，你就非要证明给他看，对吧？我要证明给我自己看。可是这么多年，无论我怎么自证，都没用，因为那个就是事实的一部分。我去望海县的那天，他打给我。吴老，他还能讲话吗？他就叫了一声林看，然后我就把电话挂了。我去医院了，我看见我爸我妈方斌师兄我答应了我不见他。我不知道我那天为什么去。我不知道，我想少跟他说个不字吧。
但是他就要走了，难道我不能原谅吗？我其实不能原谅的就是我自己。我不知道我那天去那儿干嘛。他就走了，我怎么不能原谅他？还有什么不能原谅啊？你看，你的名字里，门里有个坎，开门放出你的勇敢。进来。什么意思啊？这就空空荡荡了。我师傅给我签字了，我可以办退货了。但是为了不违反同一律所不同律师不能代理同一民事案件原被告双方的行业规则，我已经把我的律师证挂到了别的律所。明天开始就不来上班了。手脚够麻利的，我就去法院大半天，你这不等我搭把手？东西也不多。起诉状交了吗？啊，立案材料上架完毕，立案庭的人对成功起诉赵勋一点也不惊讶，但对代理人换成了人的非常惊讶。他们啊，现在还不知道赵勋的代理人是谁，一旦知道了，肯定会惊掉下巴。哎，对了，你准备什么时候去注销律师证啊？现在还不到时候吗？哎，人大那边我的工作也结束了。我觉得在家办公挺好的，我这就去跟他说我回家办公去。你什么时候去注销律师证？顺便把我的也办了。回来。10几岁的孩子都知道要先把自己做大做强，才能负责任。你已经是高级律师了，不要一天到晚跟着我嘛。我就想跟着你飞，习惯了。
我习惯一个人。我不觉得只有功成名就才是好。在时间凝视下，低下头像小孩，知道对什么依赖，只是当爱从来不存在，在真实镜头前剪掉它，再不来。心情像钟摆，你还是有夜纷乱。你还是可以来我家，我们一起做饭嘛。你也可以吹萨克斯给我听。反正离得也不远。走了。同在迷途漂泊人海中，心在流浪追寻爱与梦。一叶孤舟与你再相逢，带我走出一个个荒丘。同在迷途漂泊人海中，心在流浪追寻爱与梦。一叶孤舟与你再相逢，带我走出一个个荒丘。赵贤的房间在7号。谢谢。赵寻，有人来看你了。你好啊，赵雪。好久不见。对，9天了。不是不让你来吗？我必须来，我得得到你的授权。授权什么？为你代理应诉的授权。为我代理应诉？做我的律师？对。这不违反原则吗？我不做律师了。你辞职了？你不做律师，怎么为我代理应诉？法律规定，我可以以公民代理的方式为你应诉，这是可以的。为了我连律师都不做，值得吗？不只是为了你，也为了我自己，为了那个10年前不敢说不的自己，说一个不字。我们一样，我们都一样。
这把水果刀是我在案发前3周，2020年8月12日，在村里的旺发超市购买的。我确认，从未在我家的任何地方，尤其某人生活的卧室里见过这把刀。我证明嫌疑人米芒于2020年8月12日下午3点，到我经营的旺发超市买了这把刀，有购物小票为证。包丽的证词里说他从来没有在卧室见过这把刀。私买私藏这一点，你否认吗？你跟我说实话，为什么要买这把刀？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在你酒店住了1晚。第2天一早，他闯进门来，把我抓回家一顿暴打，说我敢找律师撑腰，他就连律师一起杀了。我真的很害怕，他连你都敢袭击，都能够骗过大家，杀了我，他也能够想办法瞒过去，能够逃脱法律。我就去买了那把刀。所以你把这把刀藏在卧室的柜子底层，是为了防身？对。他经常失去理性，像个疯子，我根本就保护不了自己。我买这把刀，对自己特别不利，是吗？公诉方会以此认定你对被害人有伤害的主观故意，也会否决你随手拿起凶器的自卫性质，也会认定你的防卫明显的超过了必要的限度，不属于正当防卫了。所以会告我故意伤害。那是不是没有人相信我是正当防卫了？对不起，李律师，我没有对你说这把刀的来历，会不会被重判？是不是没希望了？醒了，我想晒会儿太阳。哎，好。看看好天气，心情好。这是个陌生号，星星，好像还是个座机，你看，接不接？喂，您好，我是文理区人民法院调解员李平芬，我找一下赵寻。法院的，找你。请问是赵寻吗？我是。你被原告方成功起诉侵害名誉权，请核对一下你的身份信息。
身份证号是142602199510097727，对吗？是。手机号是15064856507，对吗？是。地址是燕州市文理区星海路前进小区6号楼2单元201，对吗？是。那请问您是否接受调解？我接受。哦，同意调解的话，你本人或者你的诉讼代理人，请于2020年10月15日上午10点到文理区法院第4调解室参加调解。请问确认参加吗？我确认。好。谁呀？说什么？通知我被告了。你们爷仨分俩阵营，对簿公堂。那林律，你从原告的刑事辩护律师变为被告方的民事诉讼代理人，不违反利益冲突原则吗？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我会办完注销律师资格的流程，到时候就不是职业律师了，而是由妇联推荐的代理人，替被告应诉，不违反利冲原则。那原告方跟律所对于林律师的立场变化，你们有异议吗？我征求过我委托人意见，他对林律为被告代理没有异议。原告方尊重林律的个人选择，为谁代理是他的权利。原告方提交的起诉状跟立案材料，法院已经审理过了。今天让双方到庭进行一次诉前调解。原告方，你们有什么调解方案吗？原告方要求，被告在指定的平面媒体、门户网站刊登道歉声明，公开向原告赔礼道歉，承认自己对原告的刑事指控为恶意诬告，恢复原告名誉，对其发布的不实信息公开澄清，彻底否认，消除公众对原告的误解。如果对方答应了条件，我们可以撤诉。被告方接受吗？不接受。原告方还有别的调解方案吗？没有。那被告方想不想庭前和解？不想。原告方还想吗？他们不想，我们凭什么想啊？那我就跟大家讲一下进入诉讼程序的利弊啊。两位呢都是业内大名鼎鼎的知名律师，我就不在这儿费口舌了。就是说，这个案子一旦开庭审理，它会引起什么样的社会关注度？是不是你们双方想要的？你们能不能承受？调解书不披露案件详情，但庭审过程和最后的判决书，可是什么细节都藏不住。你们怕不怕？在不在乎？提起民事诉讼，通过法律维护自身权益是原告唯一的选择，也是被告的唯一选择。那行，既然双方都不怕别人知道，那我把丑话跟你们说到前头啊。也就是说，你们双方所有的隐私会被扒得体无完肤，那是一个瓜接着一个瓜，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啊。最后的审判结果呢，也不见得是你们想要的。要体面，谁都也落不下体面。赢的一方，也只能说是个惨胜，输的就更别提了。所以二位，你们现在要想好，要慎重，能调解咱们就调解，别到时候呢再后悔。最后我再问一遍，双方接受调解吗？不接受。当然不接受。那行吧，调解失败，本案将转为正式立案，各位回去等开庭通知吧。谢谢法官。谢谢法官。谢谢法官。
师傅，您不走吗？你走啊。您不走，我调解都失败了，回去准备吧。请遵师命。晒太阳，晒太阳，给太阳多好啊！晒太阳。喂，任正，什么事儿？法院正式立案，庭前调解也失败了。他们拒绝了我们的和解条件，态度坚决。1周左右，赵寻应该收到应诉通知书。这么愿意当被告，那就让他当好了。我要求他必须出庭，坐轮椅也得出庭。被告可能也会要求你出庭。我拒绝。我拒绝。就这样。我拒绝，我拒绝了。望海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对望海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米芒涉嫌故意伤害一案，现予公开审理。下面由控辩双方举证。首先，请公诉人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向法庭出示证据。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第1组证据，系关于被害人伤势的司法鉴定意见及作案刀具。法医学鉴定显示，被告人的行为造成被害人脸颊穿透伤，伤口达2厘米。该伤经司法鉴定为轻伤2级。被害人左腹部脾脏破裂和小肠全层破裂，送往医院紧急开腹探查后，形脾切除术和小肠破裂修补术，术中发现腹腔内出血达1000毫升，因脾破裂和肠全层破裂，需手术治疗。经司法鉴定，分别构成重伤2级。公诉人出示第2组证据，是被告人和被害人居住的大溪村旺发超市私营主张旺发的证人证言及其提供的作案刀具购买凭证，证明被告在案发前3周于2020年8月12日下午3时到他经营的超市购买了该刀具。第3组证据是被害人包丽的陈述，证明自被告人购买该刀具直至案发，被害人从未在家里任何地点，尤其是夫妻2人的卧室里见过该刀具。以上3件物证与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互相印证，由因及果，由果及因，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证明被告人辩称生命受到威胁，随手抓起工具正当防卫的说法不实。他声称买的是一把日常使用水果刀，却把它藏在杂物柜底层，用其他物品遮挡，以至于被害人从未在卧室里见过这把刀。显然，该刀具不是被告人为日常使用购买，而是作为作案准备的工具。显然，被告人在购买行凶刀具时已经具备伤害被害人的主观故意。公诉人认为，被告人因为长期遭受家暴，对被害人产生故意伤害的主观意图。在这次施暴中，公诉方确认被告人第1刀的正当防卫性质，但被告人第2、第3、第4刀是在对方暴力降级、意图停止攻击行为的情况下，不具有
正当防卫所要求的阻止不法伤害的意图，不具有防卫性质，构成故意伤害。公诉人出示的以上证据，被告人与辩护人是否需要当庭阅看？看过了。不需要。请被告人对公诉方的证据进行质证。我买那把刀藏在卧室，不是想杀他、伤害他，我更想防身，保护我自己。那么你买刀是因为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胁了吗？是，还有林律师，他的人身安全也受到了威胁。案发前3周，林律师接受我的委托，答应帮我离婚。他亲眼见到我被包丽家暴，到包家阻止，想带我去报警。他离开包家不到1个小时，就被人从身后偷袭，脑袋被打伤。当时警察来调查，包丽父母还有邻居都给他做了不在场证明，连我也当了他的不在场证人。只有我知道，林律师前脚刚走，包丽就出门了，1个小时以后才回来。我是被打惯了，但他敢在大白天的打一个有身份的大律师，胆子真的太大了，还能够逃脱法律。我是真的怕了。那辩护人是否有证据向法庭出示？有。我们向法庭举证案发当日的现场视频，这是临海市公安机关及时调取的家庭监控。这些探头原本是被害人监视被告人他妻子一举一动的。让我们来还原一下案发现场。Non-perfection, I remember that. Like to break my heart, although I pretend not to be her. Non-perfection, I still think of that. You jump octave and change the key too high. Ooh. 时光缄默，圆缺失色，黑暗中小小一个，神色自若，波澜壮阔，看透了冰与火，各自挥霍，读懂了爱与痛，透视枷锁，就此别过，转身离开，解脱，让过去的过去投生于将来，按下暂停键，重新决断，让此刻的延续出发去下一个。有谁能完美，能放下狼狈，人生在沉浮中起落，体会爱的滋味。有谁能完美，就让它完美，爱无畏，心无愧，让时间